这里是金秋下的北京植物园。今天又是个好天气。植物园的卧佛寺里有2棵盛开的银杏树。今年樱桃沟里的水量也挺大的。今天是北京赏秋之旅的第2天，来到了北京植物园。来北京植物园，公共交通也非常方便。很多北京人来北京植物园都使用的年票。北京的公园年票是100块钱，可以去20多个著名的公园。而对于普通游客来说，植物园的门票是10块钱。这也是一个非常良心的门票价钱。秋天的植物园没有春天那样色彩绚烂，因为春天植物园里有山花节，有桃花节，有郁金香节，而秋天这里基本只有金黄的银杏和一点点红叶。植物园里有几处小的湖面，今天真的是秋高气爽，阳光灿烂，温度大约有20度，一点都不觉得冷。秋日暖阳照在身上非常的舒服。前面有个曹雪芹纪念馆，据说曹雪芹在他晚年的时候曾经在北京西山这边居住过。这也是植物园的人工湖，湖边有几株彩林。平日的北京植物园非常适合很多老年人来这里散步锻炼身体，也是一些摄影爱好者的摄影天堂。今天是周3，所以游客比较少。前面有个很大的温室，里面应该是一些不常见的植物，单独收费。温室外面有一大片金黄的树林，基本上在植物园里没有看到红叶。红叶准备从明天起去几个可以看红叶的地方。不过这里的黄叶也挺漂亮的。现在到了卧佛寺，我几乎每年春天都来植物园，但是这个卧佛寺其实去的次数很少，今天准备进去看一看。
卧佛寺就在植物园里面，单独收费5块钱一个人。这个卧佛寺可有历史了，距今大概有1300年了，始建于唐朝。最早里面是一个檀木制作的卧佛，在元朝的时候重建，就做成了铜制的。在不同的朝代，这个寺庙有不同的叫法，不过人们还是简称为卧佛寺比较方便记忆。现在卧佛寺里有3个大殿，中间的是大雄宝殿，后面的一个是卧佛寺。在大雄宝殿的两边各有一棵盛开的银杏树。现在正是银杏树金黄的时期。在北京好几个寺庙都有非常著名的银杏树，这还是我第一次来卧佛寺看2棵银杏树。这左右2棵银杏树大概高20多米，树龄有800多年。我很喜欢这个卧佛寺，所以来植物园建议大家都来这里看看，毕竟门票只有5块钱。何况这2棵银杏树是这么漂亮。结束了卧佛寺的参观，现在往樱桃沟方向走。樱桃沟就在卧佛寺的旁边，徒步过去单程大概1公里多。路上有几棵巨大的漂亮的树。这个景点之所以叫樱桃沟，是因为这条沟里有很多的毛樱桃。今年雨水比较大，所以樱桃沟里的溪水水量比较大。中间还有一个小瀑布。沟里有很多高大的杉树。记得春天来这里的时候，站到两旁有很多人工喷雾，感觉这里非常的有仙气儿。看这些树多高大。继续往里走走，前面就是这里的水源头。以前还有不少人从这里接泉水回去喝。樱桃沟这边还有一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，129运动的纪念亭。
植物园这边的道路设计经常是曲径通幽，这里有很多的园林和花园。植物园几乎是很多北京人每年都来的地方。其实秋天来这里打打卡也不错。这真是金秋的感觉。回来的路上还看到了满地的菊花。自从我说带大家看看北京的金秋，有不少网友都希望能够带他们看看北京的红叶，尤其是香山的红叶。北京可以看红叶的地方也比较多，不过目前好像都没有完全红。明天准备去红螺寺和雁西湖看一看。谢谢大家的关注。今天是北京赏秋的第3天，这里是北京的红螺寺，离红螺寺不远就是雁栖湖。一天时间游览2个地方，时间绰绰有余。今天来到了北京怀柔的红螺寺，这上面的牌楼写着红螺寺京北巨刹。来红螺寺交通很方便，除了自驾也有公交车。红螺寺是一个千年古刹。进入园区，首先看到的是红螺泉。这里之所以叫红螺寺，是因为传说这里曾经住着2个仙螺，它们自身会发出红光，照亮了这里的山，所以这里的山叫红螺山，这里的泉叫红螺泉，而这里的寺庙就叫做红螺寺。首先拾阶而上，去红螺寺看一看。红螺寺有个大雄宝殿，大雄宝殿的跟前有左右雌雄2棵巨大的银杏树，2棵树很神奇，一棵开花不结果，一棵结果不开花。这2棵银杏树都有1000年的树龄，比昨天在植物园卧佛寺里看到的银杏树年纪还要大。可以说这里的红色寺庙配金色的银杏树，画面真的太美了。现在往大雄宝殿的后面走一走，大殿后面也有2棵神奇的树，这个叫紫藤寄松，因为这棵巨大的松树被2棵巨大的紫藤环抱，据说春天非常美。这也是一棵平顶松，树冠巨大，只能用铁架支撑。红螺寺是金、元、清3代的京北巨刹，名气非常大，而且这里的自然风光非常美。现在这里的红叶也红了。在后面的红螺山上
也有一个名气很大的小寺庙，叫观音寺。据说每年来观音寺的人非常多，很多人就是为了到观音寺才来红螺寺的。现在爬山去观音寺看一看。从大雄宝殿这里爬到观音寺大概要40分钟。上下山有2条不同的路，可以走一个小环线。现在山上的红叶红了不少。上山的路都是台阶，慢慢的走也不觉得很累。爬到半山腰就可以看到很多红叶了。北京的很多红叶都是以黄栌为主，而在北京大部分黄栌的叶子都是11月初才变红，包括香山的红叶也是，所以现在香山的红叶还没有完全红，等再过1周再去看香山的红叶。其实我在北京几乎看过所有的红叶景区，很多网友希望我能去看香山、看坡峰岭，还有北宫森林公园和长城的红叶。接下来1周多可能会选择几个景点。前面马上就要到观音寺了。每年来红螺寺观音寺的游客不少，很多人都是来拜佛求子的，据说这里非常灵验。前面这个寺庙就是观音寺了，一路上有很多起伏的红带子。进去就是观音寺。观音寺后面爬上去还有一个寺庙，这里基本就是寺庙的尽头了。现在开始从观音寺返回。观音寺门前有个巨大的钟，下山选择了观音路。这条路相对平缓，之所以叫观音路，是因为这一路上矗立着非常多的观音菩萨，很多人几乎是上山一路拜上来的。沿途挂满了求子的锦旗。游览完整个红螺寺大约3个多小时，感觉时间尚早，决定去它旁边的雁栖湖看一看。雁栖湖离红螺寺只有几公里的路程。到雁栖湖，很多人建议可以去它旁边的西山步道走一走。现在就到了雁栖湖的 P5 停车场，这个停车场就是西山步道的起点。据说这里也是很多人来雁栖湖的网红打卡地，因为这里不要门票。这就是雁栖湖西山步道的起点。整个步道大概有7、8公里，不过目前有一段在修缮，所以只开放了4、5公里的样子。首先要沿着木栈道往上爬，这个步道爬起来不累，因为高度不是很高，而在栈道上就可以看到旁边整个雁栖湖的全景。雁栖湖曾经举办过国际会议、IPAC 会议，
所以这里打造的非常干净漂亮。现在看到的就是会展中心。从高处望向远处的雁栖湖，非常美。整个步道上有好几个观景台，越来越开阔。栈道两旁有很多的红叶，看这面山将近有一半都变红了。这是第二个比较开阔的观景台，可以看到整个雁栖湖的全貌。基本现在来雁栖湖，要么就来这个西山步道走一走，要么就去雁栖湖里头坐船游览。门票好像40多，船票是90。从山上可以看到有3个比较著名的建筑，一个是这个雁栖岛上的9层塔，一个是远处这个圆圆的酒店，还有就是这个会展中心。再往前走，还有一个观景平台。这里的视野就更加开阔了，可以说现在是来雁栖湖最好的季节。看看整个雁栖湖的全景。从这里看下去，既辽阔又美丽。我个人还是比较推荐这个西山步道的。现在也是秋色正好，遍地彩林。下面还有个高尔夫球场，草坪非常美。继续往前就有出口下山了，没有选择往回走，而是从这里下山。不过从这里下山要走回停车场，大概要走1.5公里。这次来红螺寺和雁栖湖是和朋友自驾过来的，想着开车围着雁栖湖转一圈，也想看看3个地标建筑。不过9层塔不预约不能进。现在路过的是会展中心，也没有对游客开放。最后看到了这个日出东方酒店，也是凯宾斯基酒店。结束了一天的游览，从市区到红螺寺和雁栖湖大概有50-60公里，1个小时即可，也有公交车直接到红螺寺。回来时还看到了晚霞。明天继续关注我的北京赏秋之旅。